堂堂复活，重铸纸媒荣光，我辈义不容辞。不好意思啊，复活赛打输了。说起国漫，近些年大家好像基本都在关注动画，就比如春节档的哪吒电影，或者动不动在连载上百集的3D 修真动画，比如斗破苍穹等。但实际上早些年，国漫一词反倒是指国产漫画多一些，因为当时正处于纸媒时代。而彼时国内有一本月销700万份的漫画刊物，将国产漫画带上了巅峰。我想95后、00后应该多多少少都看到过这本刊物，就是知音漫客。我当年就是知音漫客的忠实读者。当年我在上初中，零花钱不多，但每周都会挤出5块来买一本，大概一直持续购买到2016年。因为我在上面喜欢的漫画被砍得越来越多，而且 BL 以及女性向漫画明显居多，于是我就弃了。再后来，知音漫客销量一路下滑，苦撑到2023年终于宣布休刊。而最近，官博却突然复活，表示自己要复刊了。难道这是打赢复活赛了？但随后官方就删除了这条微博，复活时间仅仅3天。其实当年知音漫客休刊是意料之中的事儿，因为自从智能手机普及以后，文娱产品就正式进入了电子媒体时代，而纸质媒体自然也就慢慢的被淘汰。虽然现在实体书和实体漫画也一直存在，但基本上变成了收藏类产品，市场份额大幅度缩小。只不过知音漫客的停刊其实不仅仅是时代的作用，我个人认为他们自我的作死至少也得占一半的责任。还记得我上面提到的我为啥停购吗？因为我喜欢的漫画总是被砍，而女性向漫画却越来越多。知音漫客判定一部漫画要不要继续连载，并且一期分配几页，主要基于读者来信，上面会让你填写你喜欢哪些漫画，然后将投票多的保留，并且增加页数，得票少的砍掉。但是我买了3年多，我一次也没有邮寄过。我想许多读者跟我一样，据说女性读者特别喜欢邮寄，就像给爱豆打榜一样。于是这就导致知音漫客的信息来源相对片面，得出了在我看来是错误的结论，以为他们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女性读者，于是就砍了许多男性向漫画，而女性向和 BL 向逐步增多。举2个例子吧，我之前特别喜欢知音漫客上的一部名为《天行异事》的漫画，一开始连载时还比较正常，虽然是双男主，但女性角色也有不少戏份，而且也有女主。但是越往后连载越不对劲，直到完结时2位男主官宣在一起了。还有一部是《勇者是女孩》，2013年开始连载，讲述的是男主与女主互换了身体，在当时是很新颖的性转灵魂交换题材。此时距离你的名字上映还有3年，按理来说只要好好按照这个路线画，就不会有什么幺蛾子，但结局依然搞了男 CP， 反倒是没女主啥事儿了，给我又整不会了。反倒是男性向的一些剧情较为优秀的漫画，就比如极度分裂还有9981，都遭遇了人气不足，于是惨遭腰斩的结局。实际上这种邮寄评选的方式是学的少年 Jump， 但很明显知音漫客只是照猫画虎，并没有学到精髓。首先就是日本纸媒发展的早，用户的投票习惯是被从头培养的，且当时的主要沟通方式基本只有邮寄或者电话。而知音漫客创刊时，互联网早已进入了普及时代，且在其巅峰期2012到2016年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已经并逐步走向成熟了，许多读者压根儿就没用过邮寄，就比如我。所以这种方式注定只有少部分比较喜欢打榜的读者才会用，而结果大家也看到了，其实别说知音漫客了，其实许多日本热门作品也觉得这种方式并不客观。就比如海贼王作者尾田就曾说过，会受到很多女性读者的意见，如果顺从就会变成女性向作品，这样对于创作来说本末倒置。很显然，知音漫客就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，所以才会逐渐被大多数读者抛弃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。时至今日，每当谈起知音漫客时，相关读者社区总会感慨当年这些本不应该被腰斩了的作品，这说明他们确实在读者当中有不小